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很多朋友对幽门螺杆菌都不太了解，它是存在胃里的一种细菌，会伤害我们的胃黏膜，导致胃病出现。那是什么导致的幽门螺杆菌呢？可能和你总吃3种食物有关哦。第一种，油炸食物。现在油炸食物到处都是，虽然很好吃，但经常吃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导致肠胃功能下降，这样幽门螺杆菌就会趁虚而入，不利于胃部健康。第二种，辛辣刺激食物。虽然说这类食物会让人胃口大开，但是经常吃会刺激肠胃，损害胃黏膜，从而导致幽门螺杆菌出现。所以为了胃部健康，最好还是少吃吧。第三种，腌制食物。很多人对腌制食物爱不释手，经常吃腌制食物也容易损害胃部健康，还会增加幽门螺杆菌的活性，导致各种肠胃疾病。所以腌制食物最好也要少吃。那胃不好的人平时一定要多注意饮食，学会保护胃部。木子给大家推荐一种养胃食物，就是丁香叶。用丁香叶泡水喝，可以预防胃部疾病。这是因为丁香叶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有保护胃黏膜、抑制幽门螺杆菌的作用，对胃部健康有帮助哦。沈哥你知道血糖高会引起什么吗？糖尿病呗。那有糖尿病的人怎么能控制住血糖呢？当然是吃药了吧。那除了吃药，你还知道什么好方法吗？这个还真不知道。我们都知道，有糖尿病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。如果血糖高，对身体健康是十分不利的。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吃降糖药的。那么除了吃降糖药以外，大家呢还可以通过用按摩的方法来辅助降血糖。其实我们身上就自带降糖药。按摩阴市穴。阴市穴在我们大腿上膝盖骨外侧上面直上3寸4横指宽的地方。当腿伸直时，膝盖处呢会有一个窝出现，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阴市穴了。找到穴位之后，可以用大拇指用力按压，感觉有酸胀感即可，按压5秒松开，再按，反复2到3分钟。除了用按压的方法，还可以将2手握成空拳，对左右两边的穴位进行敲击3到5分钟。经常这样刺激阴市穴，有很好的降血糖功效。血糖高的朋友，每天和降糖药配合使用，帮你平稳血糖。经络是不是通畅，关系着身体的健康。由于现在的人不爱运动，吃得太复杂，所以很多人会有经络堵塞的情况。那经络堵塞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身体出现疼痛，中医认为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如果身上有经络出现堵塞，那么身体某些部位就可能会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身体感觉到冷，最常见的应该就是手脚冰凉了。如果出现发冷的情况，也要小心，可能是经络不通导致的。若你出现上面这2种表现，就要注意疏通经络了。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帮助身体打通经络。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跪立在上面，两腿分开和肩同宽，上半身保持挺直，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然后身体向左侧弯曲。弯曲的同时，右手向左上方伸直，左手则向右下方伸展，这样用力拉伸3秒，身体再向右侧弯曲，左手向右上方伸直，右手向左下方伸展，这样反复练习2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身上的肝经、脾经、心包经等，有很好的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的作用。沈哥，你胃疼啊？可不，这好像吃坏东西了。那你快点吃点药啊！不想吃药。那你可以多吃点养胃食物。这啥东西养胃呀？由于现在很多人不注意饮食，导致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。胃不好的人，下面这2种食物再喜欢也不要吃。第一种，油腻食物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吃的油炸食物、肥肉等都属于油腻食物。油腻食物中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很高，胃不好的人如果吃，很容易给胃增加负担，对胃部健康不利。所以胃不好时要以饮食清淡为主。第二种，刺激食物。我们平时吃的辛辣和太硬的食物都是刺激食物，胃不好的人最好都不要吃，因为这些食物会刺激胃黏膜，增加肠胃负担。那胃不好的人吃什么养胃呢？可以常吃南瓜。南瓜大家都应该熟悉，
南瓜是很好的养胃食物，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果胶以及微量元素等，有很好的润肠通便、健脾和胃等功效。其中含有的果胶和维生素 A 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所以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南瓜，胃也会感谢你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人都有这样的困扰，小腹和肚子上的赘肉越来越多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大多是因为疏于运动。那么想要彻底的消灭腰腹部和肚子上的赘肉，不妨常做2个动作，每天坚持10分钟，等于日跑2小时，帮你轻松消灭大肚腩。动作1：坐在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身体向后仰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支撑身体，然后将双腿向上抬起，抬到与地面呈45度，再慢慢落下。落下的过程中，左右脚不断的交替位置，直到全部落地。这个动作反复练习，每天坚持，可以锻炼到腹部肌肉，帮你减掉大肚腩。动作2：自然站立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挺胸抬头，全身放松，然后用双手手掌拍打腹部。拍打时，双手并拢，微微弯曲手指，这样拍打腹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避免腹部脂肪堆积，能起到燃烧脂肪、减掉腹部多余赘肉的效果。那这2个小动作每天坚持练习10分钟，同时再配合吃一些可以减肥的食物，比如香蕉、苹果等，瘦身效果会更好哦。月经是女性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，每个月都会来。正常月经周期应该是25到30天，每次来月经会持续2到8天。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所以来月经的天数也不一样。有的人2、3天就干净了，而有的人1周才干净。那这2种情况哪种更健康呢？其实这2种情况都是比较正常的表现。如果你的月经很正常，每次时间间隔一样，持续时间也一样，月经量也一样的话，说明身体还挺健康的。但如果你之前月经很有规律，突然月经出现提前或者延后，经期持续时间过长或者过短，月经量也不正常了，那就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最好及时检查，好做调理，不然对子宫和卵巢的健康不利。月经是女性健康的晴雨表，所以女性朋友要注意自己月经发生的变化，不要当做小问题。如果拖时间长了，可能会发展成大问题。平时要多注意保暖，少吃寒凉食物，坚持运动，不熬夜，这样也有利于身体健康。人衰老都不是突然性的，而在开始衰老时呢，身上就会出现一些痕迹。如果发现，最好及时的保养。第一个，皮肤失去弹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上的胶原蛋白逐渐流失，这时皮肤就会渐渐的失去弹性，变得松弛下垂，没有光泽，这说明你开始衰老了。建议大家可以常做脸部按摩，每天早晚洗完脸之后，将4个手指放在臼齿的位置，然后从里向外的在脸部画圈，3到5圈后，再用双手轻轻地拍打脸部，直到脸颊微微变红为止。这样按摩脸部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让皮肤变得更紧致，脸色更加红润。第2个，腰腹部赘肉增多。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，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越来越大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信号。主要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，导致脂肪堆积，所以大家也要及时调理。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减掉肚子上的赘肉，不妨试试一个小动作：平躺在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叉腰，将双腿膝盖弯曲抬到胸部前面，要尽量的靠近胸部，然后再将双腿放下伸直。注意做的时候腰腹部要收紧，这样反复做3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紧致小腹肌肉，让腰部变得木子啊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哎呀，不知道啊，我这嗓子总感觉有痰似的，还有点咳嗽。哎，那得多喝点水啊。我们都知道嗓子有痰、咳嗽不止是非常难受的，即使喝很多水也没有缓解。那不妨试试我们身上的化痰穴，每天按摩5分钟，帮你止咳平喘、清肺化痰。第1个穴位，天突穴。天突穴在我们的脖子上2个锁骨中间，胸骨上窝中央，具有宽胸理气、通利气道、镇咳平喘、祛痰等功效。按摩时用大拇指垂直按揉，按压时要避免力气过大，
感觉酸胀为宜。经常按摩可以让咽喉的经络气血疏通，如果出现呼吸不畅、胸闷等情况，可以用拍打按摩法，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第2个穴位丰隆穴，丰隆穴属于足阳明胃经，有很好的除湿祛痰的效果。丰隆穴在外膝眼和外踝连线中点，距胫骨前缘2指宽，与中点平齐的位置。按压时会有疼痛感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按压1分钟，然后再顺时针按揉。丰隆穴是化痰穴，非常适合喉咙里很难咳出痰的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《侃侃养生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